家好，111大魔王来喽！今天是一期送屏视频 ，PSA 现在是暂停了慢屏的一个服务，所以现在起屏都是500-600的价格，然后这个时间周期也都特别长，可能得明年才能再见面了，所以非常需要一个靠谱的评级机构。正好111发现了一个新的评级机构 AICCG， 当然它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评级机构，它之前是 CCG， 相当于这个卡片的评级更加的接近 PSA， 它现在是无小分化的评级。之前也有在 CCG 评过这一张签名的史蒂奇，这里有111的兔切，然后这下面有一个史蒂奇的签绘，就是可惜这个分数了。那这一次111准备了很多卡，都是我喜欢的一些小卡片，这次一定要好好挑选，争取能够张10分。那我们现在一起跟111来选卡吧。就像海贼的这种小普卡，可能大家对它的保护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像这种卡的话就很难挑，需要一张一张的去看评。一起来跟111一起挑一下。2 hours later， 精挑细选很久的时间一过去了，终于从这么多的卡里面挑出了印象非常不错的一张，然后这还有3张评级卡，分数其实不是特别理想，所以我决定把它再拆一下壳，然后搏一搏，看有没有几率10分。一共是这3张卡，我们一起来给它拆一下。希望这一次的分数能够让我满意吧。那我们期待一下评级卡的归来。好喽，评级卡已经合到我的手上了，一共经历了9天时间，其中包括快递和评级的时间，还是非常的快的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次的分数到底能不能让我满意吧。拆出来一共有这些，这边这一袋里面是专门的他们的防尘袋。哇，他们还把我寄过去的卡夹也都原封不动的又寄回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分数。哎呀，可惜了，9分的黑龙这一张确实是有一点小问题，想来搏一下的。哎呀，白龙也是9分，他俩真的是难兄难弟呀，也是凑到了一对了。10分的Mega耿鬼，这张也是非常的好看。10分的苍岩刃鬼，非常之帅气啊。9分的月亮伊布，这张卡图也是非常的好看，太可惜了，9分。9分的插喷，哇，这一张太多了，可能也是我挑花眼了，挑出来这一张还是哪里有一点问题，还是没有看出来的。好，到简中了，看一下9分的耿鬼 VMAX， 这张卡确实可能是有一点问题，太老的卡了，当时也没有好好的保存。9分的苍岩刃鬼，9分的耿鬼，哎呀，这一张也是拆出来的吧？但是我知道这一张9分的原因，因为是它有这种大的印刷线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，在这个位置有这种压痕印刷线，这个也是出厂的问题。9分的伊布，这一张的问题我知道，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，但是这张好像这个位置也是厂商，它正好是在那个 Pokemon 那个 P 那个位置有一道杠，太可惜了。9分的小磁怪，这张卡图真的是非常好看，鬼龙画师的风格特别的明确。9分的皮卡丘，这已经是一张很老的卡了，也没有很好的去保存它。10分的月亮伊布，这张非常满意，10分了。然后可以对比的看一下它这个9分和10分的区别，它这个是银石，普通的10分，所以是银色的，如果没有达到的话，它是一个黑色的边框，包括它的周围的边框也是，这个是银色的，然后这边是黑色的。好，10分的仙子伊布，好，这2个也是凑成了一对了，这2张真的是非常完美，如果它俩是金石那就更好了。9分的红莲凯奇，最后一张宝可梦，9分的赤红皮卡丘，这一张卡也是身价暴涨啊，当时也是当一个 CHR 的卡来保存，也没有特别好的去保存它。接下来就是到海贼了，海贼我发现都是金石啊，
第一张是金石的娜美，娜美这一张卡图真的非常好看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未来可期的一个卡图啊。这也是收了很多张里面，然后大海捞针跳出来的一张10分的婚纱娜美金石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这张卡图也是非常的好看，我觉得也是很未来可期的一张卡。看这个闪光配上这个动作，太好看了。最后一张是花札风的黑色玛利亚，这张卡图也是非常好看，它这个画风还有很多不同人物的，也都非常好看。那我们来对比一下普通石的和金石的区别，它可以非常明显看到这边是金色的这些边框，包括这个标签，这边是银色的，然后背后也能看出来银色的和金色的区别。然后它整体的卡的这个能看到非常的薄啊，很轻巧。对比一下它之前的这种金鸡卡，可以看到明显的小了一圈。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侧面，能看到这个厚度也是薄了不少，然后整体的标签也是更简洁的一个设计，也非常的好看。我觉得 AICCG 的评级标准还是非常的严格的，因为我确实知道我的卡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所以还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公正的分数，并没有就是大家觉得的国评那种非常的松、非常随意的去评分的。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去评一下，因为现在 PSA 的这个周期真的是太长也太贵了。那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AICCG 的官方，然后官方还推出了一个最新的活动，是一个全民晒卡的活动。我们参与这个晒卡活动，还有机会可以赢得现金和评级次数的奖励。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一下，朋友们不要忘记给瑶的视频点上关注，一键3连。我们会在1周后从评论区抽选2位朋友获得 AICCG 的评级名额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